别酸了，看看周深2026演唱会的真实底牌。华语乐坛的票房法则变了，周深今年内场比往年多好多啊！郑州第2天，这是赚妈了的节奏啊！下面配了几张图，全是周深2026年巡演各站的内场票价和开票情况的截图。刚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我觉得标题起的有点俗，甚至带点营销号的味道。但当你静下心来，仔细去盘一盘它配图里的那些数据，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真实且不可逆转的趋势：周深的演唱会早就和几年前大家印象里的那个量级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了。现在网上的声音真的太杂了，很多人对周深的认知还停留在几年前那个只会唱高音或者 OST 大户的刻板印象里。其实，如果你跳出自己的信息茧房，去看看真实的市场反馈，真的会被震撼到。在这个流量来来去去如流水的时代，能留下真金白银的数据才是最硬的底牌。星号01撕掉 OST 工具人标签，体育场连开背后的硬核购买力。咱们先来聊聊网上那些最常见的嘲讽。总有一些网友喜欢酸周深只会唱 OST， 没有自己的代表作，热度全靠综艺撑着。讲真，如果你还抱着这种老黄历来看待现在的周深，那真的该去看看他2026年演唱会的真实现状了。现在的周深早就完成了蜕变，跟之前的自己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当他的演唱会全面进入体育场溢价时代后，周深本人、他的核心团队以及背后的主办方正在做一件非常务实的事情：利益最大化。听到利益最大化和商业化这几个词，有些清高的乐迷可能眉头要皱起来了。但说句实在话，我不觉得商业化有什么错，更不觉得这有什么好丢人的。在演出市场，歌手商业化做得越好，越能证明其不可替代的商业价值。一个歌手如果连票都卖不出去，只能在台上自嗨，那网上的数据吹得再天花乱坠也是虚的。咱们来看看目前周深在体育场方面的成绩，基本都是2连开起步。沈阳、贵阳、呼和浩特这些站目前全面处于溢价状态，市场反馈非常成功。什么是开票即售罄？什么是2级平台票价翻倍甚至更高？连黄牛都跟着狂欢，这可不是几句粉丝硬撑、数据造假就能解释得通的，这是实打实的，庞大的市场需求在支撑具体数据有多吓人。广州站大麦网的想看人数直接突破53万，开票瞬间秒罄。苏州站更夸张，58万人在线抢8万张票，直接把服务器干崩溃了。有人可能会杠，那是因为现在粉丝能刷数据。但你要明白一个行业常识，体育场2连开加上全面溢价，这个组合拳在华语乐坛能做到的歌手，你掰着手指头数，绝对不超过10个。周深能稳稳地站在这个第一梯队里，靠的绝对不是粉丝在超话里熬夜打头，而是靠实打实的路人盘和核心粉共同撑起来的票房。看到这些抢票崩溃、黄牛翻倍的数据，我其实挺感慨的。以前总觉得现在大环境一般，大家消费都降级了，看个演唱会的精打细算。但周深的票房证明了一个道理，只要内容够硬，现场体验够好，大家依然愿意为好内容买单。那些说他没有路人盘的人，真的该醒醒了。能撬动几10万人抢票的，早就不是单纯的饭圈自嗨了，这是真正的国民度在变现。02正是断层差距，但在同代赛道里，他已是6边形战士。咱们客观的来做个对比，在具体的头部队伍里，比如周杰伦、林俊杰这些华语乐坛的泰山北斗，周深跟他们自然是存在一定差距的。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咱们得尊重客观规律，毕竟人家是吃了几10年时代红利，积累了无数经典金曲的传奇，客观数据摆在那里，没必要去硬碰硬。周杰伦的票价均值是断层的，林俊杰紧随其后，这很正常。但问题的核心在于，如果我们把目光收回来，看看和周深同时期或者年轻一代的歌手，能跟他正面对打的，其实已经不存在了。咱们就拿他一直被诟病的 OST 领域来讲，同期唱 OST 的歌手有几个？有几个能开得起体育场，并且还能保证全面溢价的？很多 OST 歌手歌红人不红，开演唱会连1000人场馆都填不满，这就是残酷的现实。而在年轻一代90后、95后的歌手池子里，能同时满足音源成绩在线、体育场溢价、唱功过关这3个条件的，目前确实只有周深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这3个条件凑在一起有多难。音源好不代表能卖票，很多音源大佬演唱会空座；唱功好不代表有国民度，很多技术流歌手路人叫不出名字；有国民度不代表能扛体育场，很多选秀出身的流量歌手开体育场就露怯。周深硬是把这看似不可能的3角给补齐了。我个人的体会是，咱们看问题不能总拿历史天花板去要求一个正在当打之年的歌手。周深最厉害的地方
在于他没有偏科。在现在的年轻梯队里，你拿着放大镜去找，能同时把这3件事都做到极致的，真找不出第二个。这种稀缺性才是他最大的护城河。承认前辈的伟大，同时肯定同代的优秀，这才是看演出市场该有的客观心态。03综艺与演唱会的破局，打破零和博弈，打造正向飞轮。参加综艺和开演唱会，在传统观念里必然是存在取舍关系的。周深这几年综艺上的确实不少，从音综到真人秀，曝光率极高。因此，有人给他贴上综艺咖的标签，有人觉得他曝光过度，消耗神秘感，甚至断言上太多综艺演唱会肯定没人看。但事实呢？你看看他2026年的演唱会行程，从广州到沈阳，从贵阳到呼和浩特，全程体育场，全程2连开，全程溢价，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综艺的曝光和演唱会的票房，在周深身上不仅没有互相消耗，反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正向循环、正向飞轮。综艺为他提供了持续的国民度和路人好感度，而这些好感度最终转化为了演唱会的购买力。至于选择哪一条路最好，没有人能够提前预测，但周深用结果证明了他走通了。在艺人 IP 运营的专业视角来看，很多传统歌手排斥综艺是怕祛魅，但周深打破了这个魔咒。他的性格在综艺里非常讨喜，高情商，接梗快，不招人烦，这让他积累了庞大的路人缘。而当这些路人走进演唱会现场，又被他那吞 CD 般的 live 实力彻底折服，最终转化成了死忠粉。目前的周深整体趋势是强势向上的，这就足够了。以前我也觉得歌手上太多综艺会出戏，听他唱歌会觉得不够纯粹，但周深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我觉得关键在于他分寸感拿捏得极好，而且他用极其稳定的现场实力，把综艺吸来的流量牢牢地沉淀为了演唱会的票房。这其实给整个华语乐坛打了个样，综艺和演唱会从来不是单选题。只要你的核心业务唱功够硬，综艺不仅不是毒药，反而是最好的放大器。市场从不撒谎，真金白银是最好的反击。所以，那些还在网上敲着键盘嘲讽周深的人，或许真的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了。如果周深的演唱会真的像你们说的那么不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普通观众愿意花2倍甚至3倍的价格去2级市场买黄牛票？如果他的票房号召力真的不够，为什么各大主办方敢真金白银的砸钱，让他连续2年开体育场巡演，并且还敢于2连开？在这个充满泡沫和数据的时代，市场不会撒谎，票房不会撒谎。观众用真金白银投票选出来的结果，比任何键盘侠的冷嘲热讽都更有说服力，也更掷地有声。写到最后，我其实挺为周深感到高兴的。从当初那个在好声音舞台上青涩的男孩，到现在能扛起体育场巡演的票房灵药，他走了很多年，也承受了很多非议。在这个流量可以快速制造，也能快速毁灭的时代，唯有实打实的票房和口碑是骗不了人的。周深用他这几年的步步为营，证明了长期主义的价值。与其盯着别人的偏见不放，不如买张票去现场感受一下，看看这个被市场偏爱的歌手到底凭什么能赚妈了。